今天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樱花，先搭古丁线到天王寺站转车。再从阿布野桥站搭进铁线前往吉野站。今天的目的是有一目千本之称的吉野山，意思是指吉野山的樱花多到一眼可以看到上千棵。到吉野站咯，满满的人潮呢，不过几乎全是日本在地人，这里真的是很在地的热门景点。往前走，直接搭公车到山上，再悠悠地走下山。人潮真的有吓到我们。樱花季的公车是采加班车，人满就发车，所以班次很多，很快就搭上车了。整个吉野山分奥千本、上千本、中千本、下千本4个区域。山下可以搭大公车到中千本。在中千本这边可以另外再买小巴的车票到上千本。小巴会坐到上千本的最高处。到上千本的下车处后，旁边可以到金峰神社晃一下，不过先得爬一段超陡的斜坡，真的是累死我了。加油，快到了。金峰神社祭祀的是吉野山地主神。在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，是纪伊山地的圣地及朝圣路中的一部分。参拜了一下后，正式开始我们的吉野山赏樱之旅啦。因为高度的关系，吉野山每个区域开花的时间略有不同。你还可以注意到那里啊。今天上千本樱花大概只开了6-7成，中千本与下千本应该都几乎满开了。这是吉野水分神社，是吉野8大神池之一，也在2004年被列为世界遗产。继续往中千本方向前进。上千本这边有个花矢仓展望台，海拔约600公尺，可以直接看到上千本、中千本与下千本的所有樱花树哟。这个一眼望去不止千本樱了。观景平台这边也有店家贩售食物与伴手礼。卖什么？
购买餐点后，可以使用一旁的座位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美景。到了。离开展望台不久，会来到上千本的樱花林。整个吉野山最美的应该就是这区了。整个吉野山数万棵樱花树完全映入眼帘。这区有多热门，看人潮就知道了。因为像以前忘了，真的是碎的，没起来。从刚才到现在为止，都还在上千本的区域。接下来就漫步在樱花林中往中千本前进，然后来去密十八。连续下坡。在中千本这边有很多餐厅，不过人潮真的太多了，餐厅几乎都客满，所以我们到旁边的小巷弄内找一家私人的小店。这时候有东西吃，有地方坐一下，就真的很感恩了。点了套餐，先拿到饮料，找地方坐下来吧。还不错啊，被读一次而已。对啊，对，套餐900日元，有五目饭、味噌汤、饮料与甜点。吃一大口五目炊饭，然后看着庭院的樱吹雪，真的很风雅。对啊，好多料哦。真的是老公说看樱花就要点樱花啤酒。甜点是奶油抹茶蛋糕。饭后来个甜点就是开心。它有肉桂味，很神奇，有个肉桂味的抹茶蛋糕。
它抹茶加肉桂啊？我不知道有一个肉桂味啊。不过蛮搭的，很好吃就是了。吉野山寺。吃完饭继续来到竹林院群芳园，这里有大和三庭园之一的美称，现在也是一家旅馆，更曾经登上日版米其林哟。中千本这边相较于上千本的自然环境，有比较多的人造设施，相对的商业气息也比较浓厚，也就是吃的跟可以逛的店家更多了。就先来一串酱油团子吧。爱炒口味的吧？会很大吗？这样的感觉。这家团子口感偏软，不像麻薯那么 Q 弹，焦香、酱油香、艾草香并带淡淡甜味。艾草味的酱油团子是第一次吃到。这区的人潮更多了呢。有卖特别口味的双麒麟，对啊，旁边有点樱花色的哟。他说麻吉啊，萨克拉麻吉。是个口感 Q 弹的樱花麻薯口味。商店街蛮长的，不少餐厅、礼品、小吃店与伴手礼店。我们走那么远呢，哇，好棒棒哦！很上面的樱花派。接下来到吉野山这里最大的寺庙金峰山寺，这里是大峰山朝圣之旅的起点，也是其他多条朝圣路线中相当重要的停靠站。每年7月7日，这里有个祭典会举办飞蛙仪式。典故源自古时候一个男的因为对藏王权限不礼貌，被神明惩罚丢到山崖上。后来金峰山寺的僧人好心施法，将它变成青蛙，让它可以飞跃下悬崖。最后还好人做到底的帮他恢复人形。他那个卖2行李耶。这是金峰山寺的正殿藏王堂，现在的样貌是1590年由丰臣秀吉出资重建的，是日本第2大的木造建筑哟，仅次于东大寺的大佛殿，很有历史感。继续往山下前进，接下来就是要到下千本。这有很多柿子哎。这边一路上的商店街与樱花树并存，是个边赏樱边逛街的好地方。因为刚刚说的那个人变成青蛙的故事的关系，所以这里有很多青蛙的小吃吃。这是石头的吧？
来到缆车站的山上月台了。如果只想逛中千本与下千本，在山下直接搭缆车到这边也是个好选择。走累了想直接下山，也可以从这边搭缆车下山。我们选择继续走路逛完下千本，因为现在下千本樱花正满开，怎能错过？从这边可以看到下千本樱花满开的盛况，下面就是下千本最有名的七曲坂樱花步道。蜿蜒的坡道中布满了盛开的樱花树，真的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呢。大家都这样子。路上还可以看到缆车交汇。这次来日本赏樱的缘由，就是听说了吉野山满山满谷的樱花，想着来感受一下，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旅程。今天如愿见识到奈良吉野山一目千本樱的震撼了，真的很幸运的见识到满山炸裂的樱花。虽然游客真的多了点，但作为赏樱一日游，吉野山真的很不错。有来关西赏樱的朋友们，可以拨一天的时间来这边逛逛，亲自感受一下一眼望不完的绚烂樱千本哟。